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10号。昨天比特币包括以太坊是没有敢再给大家多单的建议，因为我估计这个位置如果它再上去是不能追哦。那昨天是收了一个上影线，视频已经跟大家讲的很明显，短线估计会震荡。那昨天这一根上影线的 K 线为什么这个位置过不去？等下利用一些日线的指标知识来跟大家分解一下这个位置它可能短期会震荡，以及目前的量价形态。昨天的这个量到底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很多空方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啊，比特币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转折点，会再下去吗？倒不一定啊。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多单的建议，你去观察一下比特币16900。至于这个位置要怎么来判断，包括以太坊或者狗狗币以及其他一些币种，也跟大家跟踪一下目前的支撑位，或者是等下视频再来聊一下6号的这一天，就这个买点哦。当时是跟大家讲，你可以去做追加的动作。为什么这一根 K 线出来的时候，也是希望朋友们你要站在买方，甚至可以进场去做追加。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返佣20%。那么来看一下，昨天这个上影线，它是很巧妙啊，来到高档的位置，现在是又放量，那我们要细心观察一下。量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4个小时我感觉是很健康啊，虽然有上影线，就是你不要去追加，因为突破的 K 线其实是这一个，上面再上去都不能追。包括昨天视频已经讲得很明显，有2条重要的均线，20跟60，它是在交叉的结构下，而且近期鲍威尔又要讲话，本周 CPI 又是要公布，所以这一周再上去是不能追的，你只能再找压回。那刚刚给的16900。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低点附近啊，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横向整理区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是一个平台整理区嘛？那既然突破这一根 K 线，就是一个参考点，你可以参考这一根下影线的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位。那至于上方的一个压力，其实很简单哦，4个小时的瀑布线，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它是一个多方排列的结构，那日线的瀑布线没有走好啊。这个位置它并没有走好，所以我们可以拉进来看目前的瀑布线，就是这一条最红色的线啊，它目前其实还是呈下弯的结构，以及这一条相对比较浅一点的线，都是从之前的高位一直在下弯的结构，而且下方短期的这个瀑布线，它并没有穿过这一个60的 EMA， 它这一条线不是60的均线，是60的 EMA， 所以这个位置目前还没穿过去，有可能这个位置短期是有一点压力哦。那我的观点是，短线它震荡的情况下，你如果还要再做，我的观点就是你再观察还有没有可能压回，就这一根 K 线附近啊，有点深啊。因为以往的经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目前的一个结构，很明显它这边是一个矩形的突破，就整个日线它是一个矩形的突破。那有没有可能压回确认一下，然后再看是有没有可能上去？至于这一波涨幅，短线的朋友你也可以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可能复制一个矩形，来到接近18000或者是17800美金附近，可以标准一点啊，有可能是在这一个位置，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一半位置，到时候看有没有一个压力区啊。那还有一点，之前为什么跟大家讲，就是这一根 K 线。你可以做追加的动作，除了日线里面它的均线是已经突破了这个红色的均线20MA，我们拉近一点来观察吧，就是这一条红色的20MA 突破的时候，其实我的观点是，既然站上了主力的生命线，而且这一根早就已经放量了，这一根再放量，虽然是量有一点缩，但是我的观点是，其实你可以再观察一个指标，就是这一个哈根阿西指标，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很简单的一个指标。你观察日线什么时候泛绿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追加。比如说这一根出来之后，有可能估计这个位置它在收十字星哦，那有可能就要开始泛绿，所以你只要在压回的点位去买。那之前在这一个6号的时候是跟大家讲，你可以去做追加，因为我估计就是因为观察一下，它实体都是相对比较大，我们可以拉近一点来观察，就是它之前在这些位置都是实体相对比较大。后面是早在这一根都已经过了这一个哈根阿西的 K 线啊，过了以后你压回其实已经实体在缩小，那这一根它涨上去的时候实体在缩小，我估计有可能就是要有一波上涨的行情，所以在这一根的时候也是希望朋友们，你如果真的在低档没有听我的建议，这一根有多方4个小时的量，
在这个位置都可以买。那我都跟大家讲，就是这一根出来，你要再追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一个哈根阿西开始要翻绿柱，到昨天已经是不能追了，上方是有压力啊。整个比特币的思路就是这样子。那其他的短期，如果你要再做买点的话，我是想跟大家讲，你也可以观察一下1个小时的Vegas指标，还有没有可能压回$16,900，就是这一个 Vegas144的通道。目前不在这一个位置啊，只是下面的576跟676，下一步有可能也会来到这个位置。所以我的观点是，你再观察它还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一个位置啊。那其他的一些币种，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下，比如说以太坊，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它现在裸 K 已经是过了这个矩形的高位啊，把这个高位都给过了。当然这一波也是超乎我的预期啊，我本来是估计会不会在这个矩形里面继续震荡。那现在短线的一个支撑位，我今天再给大家，就是昨天的这一根 K 线，它有没有可能再压回这一根 K 线呢？就是开盘价附近啊，大致的一个支撑位是在$1280。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里面的形态，为什么我画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前面这一个位置啊，就是这一根破位的时候，它这边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现在是过，所以这一根 K 线跟这一根 K 线有重叠的一个区间，我的估计可能是在$1280附近，这个位置有一个支撑区啊。那另外，其实短期不能追价，很多品种都一样，就是我们简单的看它的布林线，昨天大部分的品种4个小时都是在冲布林线的上轨，一直在冲啊，一直在冲，那你就不要在这种高位的时候去追。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80%的时间它一般会在上轨跟下轨的这个区间里面来波动，会突破这种轨道外，最多可能就有20%的时间。但是你在这种轨道外是不能去做空哦。我这一波已经跟大家讲了，4个小时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你是不适宜去做空，最多就是压回低点做多，然后出轨的时候你可以去平它。大致整个以太坊思路就是这样子。那其他的一些币种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很简单嘛，就是因为昨天狗狗币拉的话，那估计有可能大主流比特币跟以太坊有可能短期就是会开始震荡。那至于短期狗狗币还是观点不变，维持前面几天的观点，就是这一根 K 线你参考，目前可能就是在这个矩形。当然我的观点是一直跟大家讲，不要去看空。那你这个低点前面有买到的话，现在支撑位可以按我的这个支撑位，你可以观察一下0.073。至于0.073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拉近一点来观察。大致是在这个位置哦，你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当时这一根 K 线破位的一个低点，还有这一次前面的21号、23号左右不是有一波反弹，然后压回来这个低点，我们可以细心的画过去一条直线，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啊，大约是在0.073，就这一条线的一个支撑区是有一点支撑。那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币种，昨天有跟大家讲到这个 ADA 的一个支撑位，其实很明显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日线级别，昨天有跟大家讲，就是收盘跟开盘附近，其实这个位置是一个小 N 型的转折。那昨天不是有压回，就是你不能追啊，上影线就是不能追，所以现在就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守啊，不能破啊，或者是你可以下浮一点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大致是在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2个支撑画给大家。那还有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到 SOL， 我是还在手上啊。前面这一根出来的时候有跟大家讲，我是有追哦，然后后面上去也没有再买，有跟大家交代的一个支撑位是 12.4， 不过这个整理区它也没有摸到。那现在的一个 SOL， 我的观点是你观察一下 14.95 这个位置啊，其实很接近这一个区间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就是这个区间的一个支撑区，前面的这个区间嘛，它这个高原位置，你观察一下，就是大约15块左右。那还有 UNI， 记得在6号的时候，在 Discord 社群里面有通知大家，就是你如果要找这个 UNI 的买点，看它有没有压回。它这几次压回的低点就是在踩日线的20枚。那现在短期上来的话，我的观点是，你可以把这个支撑位。也可以移到这根 K 线附近啊，
就是这根 K 线的一半附近，可以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 Menu 图。